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刘说说。今天的话题，咱们来聊一聊如何改变自己的运气。生活中呢，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人抱怨啊，说我这个人命太苦了，所有的坏事好像都被我赶上了，怎么这么倒霉呀？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个好运气啊？今天的话题也是有感而发。我这个人呢，有个习惯啊，晚上吃完饭习惯出去转一转，消消食嘛。昨天晚上下了小雨，但是呢还是打了一把伞出去了。在马路边看到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瓶酒，连个下酒菜也没有，在这儿喝闷酒。我比较好奇，过去跟他聊两句吧，递上一支烟，问问有什么烦心事儿啊。但是呢人家不是太愿意跟我交流啊，翻来覆去的就感慨命运多舛，自己的命不好，反正就一副人到中年百事哀的样子。我一看这也聊不下去，于是呢把雨伞留给他了，说你早点回家吧。我淋着蒙蒙细雨往家里走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就蹦出了一句话，是徐峥的电影《我不是药神》里边的一句台词。其实这个世间呢，就只有一种病，穷病。这句话也是很有道理的，谁都知道，只要有了钱，咱们生活中90%以上的苦恼都会消失。但是快回到家的时候，我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就究竟是先有钱才能觉得自己的命好，还是我先把自己的命运改变了，然后才能有钱？这个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到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确定的答案啊，我自己认为只有首先把自己的命运改变过来，咱们才可能有钱。这个话题呢，昨天夜里我是思考到很晚，基本上失眠了啊。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也不准备说鸡汤，咱们直接说方法，应该怎么办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首先第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我们居住环境自己家里的垃圾全部把它扔出去，这个很重要，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自己家里的垃圾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也用不到的一些东西还在那儿放着，这就是影响我们命运的最基本的因素，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可以观察身边只要是家庭琐事不断的，自己觉得命不好的这些群体，如果有机会到他家里看看的话，你会发现坏了的电饭锅，多少年前的收音机，甚至20年前的衣服，那袜子破了几个洞还在衣柜里边舍不得扔，这是100%存在的，没有一个例外的。但凡是咱们生活中觉得家庭和美、事业生活都挺顺的那些人，他们的家里面一定是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这说明了什么呢？一定蕴藏着一些道理。有很多人特别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观念，舍不得扔东西，但是这个习惯真的很不好。我们往后的生活中再也不可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晦气。咱们的空间被这些晦气填满了，运气它就不可能再进来。有很多朋友觉得你这是不是封建迷信呢？我觉得这不是，这是科学啊。举一个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我的杯子里边是一杯脏水，满了。这个时候如果有贵人出现，他想给你倒点清水都没有地方倒去。同样的道理，生活中有一句老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是很有道理的。再也用不着的东西你把它放那儿干嘛呢？等下辈子再用吗？人间虽然好，但是下辈子我们不来了，这些东西放着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只会阻碍我们好运气的到来。我觉得我们想要改变命运，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生活的空间搞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的房子破小这都没有关系，哪怕只剩下一张床、一床被子，干干净净的，我进到家里清清爽爽，心情都不一样。这才是我们转运的基础，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我觉得那就是要管好嘴，少说话，最好是不说话。
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总结一下，只要是那些嘴碎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说话喜欢抢别人话的那些人，他在生活中一定是命运多舛的那一种，就感觉到挺倒霉的，生活不太好。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有些人呢，嘴也碎，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是人家家拆迁了，买彩票中奖了，也有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啊，不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的话，即使说有钱了，减少了很多生活中的烦恼，但是新的烦恼也会随之出现的。总的烦恼不见得就少。真正是成功的人、睿智的人、生活幸福的人，很少有喜欢扳嘴皮子的，基本上不说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大刘你不说的也是滔滔不绝的吗？我觉得你挺能说的。这个不一样啊，我在这里说话是工作，但是我在生活中也是比较沉默寡言的，不太喜欢说话的那种。有一句老话也说得好，叫做祸从口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福从口出这句话的。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有疑问啊，如果说我不多说的话，我不善于表达自己，怎么能让别人认识我、接受我呢？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让别人接受和认识，并不见得你比别人能说会道才行。我来举一个例子吧，就拿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面试这个环节来说。其实呢，我也是当过面试官的。我自己的公司招人，我朋友的公司想吸收一个新的员工啊，都是愿意请我去把关的。我们面试的时候是怎么看的？一个新的员工从敲门、进门打招呼、行走的姿势、坐下的姿势，他的眼神啊，一个体面而带着自信的微笑向你递交材料，这些细节其实就决定了一半了。然后等到面试官去问问题的话，环节呢，那就很简单了。他不见得你说的话多就是一个好事情。真正优秀的面试者，只要是抓住了核心，一句话就足够了。抓不到核心，你说100句都没有用。比如说，考官老师，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这么2种，第一、第二。解决的方法3项，第一、第二、第三，完了，这就可以了。不见得是你洋洋洒洒说了半天，那没有一点用。这是第2块啊，管住嘴，少说话，最好是不说话。真要去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思维的基础上，言出必有物，这是人生的加分项。别的因素呢也有很多啊，但是我觉得不重要的我就不说了啊。比如说很多人都说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早睡早起，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但是我觉得呢，这不是最重要的。有些人早睡早起，生活习惯挺好，倒霉事一件接一件。有些人呢晚睡晚起啊，但是该人家挣的钱1分钱都没少，这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做到了2点，第一点，把自己的垃圾全扔出去，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第2点，管住嘴，少说话，最好是不说话。只要做到2点，就已经不是一般人了，命运自然慢慢的就会往好处转。别的有没有呢？当然也有啊。做好了这2点基础性的东西之后呢，往上就是升华的部分了。其实升华的部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怀感恩，眼光向前看。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无论它多么让你觉得难受，就不要再往心里放了。放在自己的心里始终是一个包袱，它会阻碍你前进的。但是我们还要记住一点，昨天的太阳滋养着万物，它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基础，我们要懂得感恩的。在我身边的朋友里面，有不乏情商非常高的啊，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以前别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啊，基本上过去了，他就永不再提了。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谁谁谁以前对不起我，他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有朋友对他帮助过的话，
他是不会忘的。当然也不是说整天挂在嘴上，谁曾经帮过我，我永世不忘，那个就过分了。但是他的行为举止啊，是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啊，人家对他的帮助，他永世不会忘的。像这样一位朋友，在生活中就一定会贵人不断，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帮助他，知道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今天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老话说得好，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我始终认为啊，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是最幸运的了。不管我觉得命运好也好，还是不好也好，最少我们有着丰富多彩的选择啊，这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段都是不可能的。这个工作不好，我可以换另外一个工作，这个城市不适合我，我到别的城市去。但是拥有这么多选择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更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改变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我没有从自己开始进行深刻的改变的话，无论我到哪个城市还是这个样子的啊，不会有根本的好转。最后总结一下啊，3点我认为是最实用的。第一，把自己生活范围内的垃圾扔掉，轻装前进。第二，管住嘴，少说话，最好是不说话。第三，心怀感恩，眼光向前看。感谢大家收看我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